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最近这个一周，实际上这个航天也出了不少事儿嘛。最主要的应该就是 Starliner 飞船的2名宇航员终于乘坐这个酷9的飞船返回到了地球。我本来以为原来 Starliner 的这2名宇航员滞留在国际空间站的时候，在网上就是在说 NASA 不负责任，把2名宇航员滞留在太空中不管不顾这类的消息。本来以为这2名宇航员回来了，这个消息就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是没想到，就是说着陆之后呢，又冒出一堆说宇航员什么身体严重受损啊，受到了很多不可恢复的损失啊这类的。我就比较生气，所以我发了一个视频嘛，在讲这个事儿。那可能是我讲的不太好，然后还有些朋友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个事儿呢，咱们今天可以再继续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我干了，实际上我可以简单的在这儿先简单的说一下，就这种任务的这个延期，大家可以简单的想一想，就比如航天发射的时候，就像最简单的 Starliner 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的原计划是5月初，结果当天走到快发射的时候，大概还差10几分钟，发射任务取消了，然后就推迟完了以后，这个一会儿说什么我10天以后能发射，一会儿说12天发射，最后呢推到6月1号，说6月1号发射，6月1号又没能发射成，最后一直到6月5号发射。那个时候我当时也做了直播，实际上这种事情在航天界是非常常见，因为我干航天20多年了，我们以前经常碰上这种情况。只有当我们的产品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成熟的时候，那这种现象才会越来越少。所以首先这种推迟是非常常见的。另外我就给你描述一下我以前在航天的时候执行的这些任务看到的情况啊。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海南卫星发射场建成之前呢，中国主要有3个发射场。第一个是酒泉卫星发射场基地，这是第一个发射基地，中国的，在酒泉，甘肃的，就是等于实际上是西北部，离新疆很近，是在一个戈壁滩的戈壁的深处，周围都是茫茫戈壁，然后有大片的无人区。这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是在这个群山之中，是在这个原来应该叫做什么呢？应该是就是说是一个彝族聚居区，是在这个群山里，在攀枝花的北部。那个地方也是在深山沟里，实际上和外界的交通也是非常不便利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地处山西省的可兰县，这个发射中心周围也是非常的荒凉，也基本上都是没有人的。而我们去执行航天发射任务的时候，一般这个实验队进去之后，那么假设碰上这个推迟，就会在那里面进行等待。一般来讲是不允许离开这个基地，就回北京啊或者是什么都不允许做的。那我们最长的人有那个等待，就是3个月、4个月、5个月、6个月都有，就执行这样的任务。所以这种延期作为一个航天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大家要知道，航天员和航天员其实是不一样的，有职业航天员，有非职业航天员。职业航天员本质上它实际上相当于是试飞员，它的最基本的职责实际上它就是要对航天器进行功能性能进行测试，像什么科学研究啊、什么探索呀、和进行太空科普啊、教学啊这类的，这实际上都是它的次要任务。它的主要职责，职业航天员的主要职责就是进行这个仪器的试验什么的，就是像我们那新机型的试飞员一样，那他要承担的风险本身就是很大的。所以我真不觉得它这个延长是一个特别的另类的事情。我觉得绝大多数真正从事过航天职业的人也都不会有这种特别强烈的这种的想法。事实上，我在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去基地，如果碰上延期，我真的会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待在基地里。虽然它周围很荒凉，但是我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能了解很多东西。只是后来随着我去的次数增加，我才越来越不愿意在那里面待着。所以大家不要拿自己的这个环境去考虑这些航天员。这里有朋友留言，就是说他这里面还忽略了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因为不确定的返回时间，有可能回不去地球带来的心理压力，说这些的需要评估。首先呢 ，NASA 肯定是要定期对这些宇航员进行评估，这个肯定没有问题。第二就是他说的这个不确定性，
实际上我在今天这个直播一开始我也就说了，我参加航天发射的时候碰上这种发射延期，实际上就是一种前景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要待多久。因为我们就是说碰上这种情况的时候，假如你去这个卫星发射中心，我们实际上都是这么去的。我们首先人坐飞机过去，然后我们会有这种大型的生活箱，装我们这些生活用品、换洗衣服什么什么这类的东西。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报告资料什么的，都是装进这个大型生活箱，然后用专列给运到那儿去。如果这次任务，比方说预计是1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可能带的相应的，比方说衣物这类的东西就是1个月。如果比方说或者稍微再多一点，如果这1个月因为延期，比方说延了3个月或者是4个月，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很痛苦的。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戈壁滩上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非常非常冷。所以的话，我们如果要是夏末进场的，我们带的衣服一般就是夏装和秋装，不会准备冬装的。但是如果要延期变成冬装，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尽办法托朋友、找周围的同事，谁回去然后有再来的机会，或者说谁要来基地，我们要托他们给我们带一些冬装来。这种情况在我们那儿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大家有些提出这种说法的朋友，可能还是经历这种少。但是对于航天来讲，本来它的不确定性就挺高的，所以的这种场面，对于一个长期从事航天这项工作的人来讲，真的是比较常见的。反正我说，我作为一个从事航天的20多年的人，那我们在面对航天的这种推迟，然后被困在这个基地啊什么的这个时候，那我们有我们的应对态度，我们就是好好的工作，然后等待下一步的通知，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宇航员应该只有做的比我们做的更好，而不是更差。